我们持续要关心，在这个国际的消息上面，川普呢打牌打出 Uno 牌，结果被网友打脸说他打这个 Uno 牌连这个规则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等一下我们来持续关心。另外有来自于美国的民调川普是惨败的，被网友他自己痛批说这些民调都是假的。另外他还造谣教宗挺伊朗。永和惹怒了全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那节目开始也跟观众朋友有一个小互动，如果您认为说接下来在期中选举之后，川普有可能被弹劾的话，帮我们在留言写下1；如果你认为不会，川普不会被弹劾的话，在留言写下2，来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好，持续来关心到现在中东的局势，不仅是伊朗看不懂，美国人自己恐怕搞不清楚了。我们看到每一天的讯息反反复复，每天都在变。先来看到国务卿卢比欧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那么另外一边，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却又说随时可以重启战火，不需要国会的授权。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又怎么说呢？他认为说美国当前跟伊朗的冲突是一场小型战争，但是他又说了伊朗的在谈判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将会暂停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要知道这个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不是也才持续个几天而已吗？怎么突然间在这个时候又宣布停止了，让大家感到非常的讶异。所以现在外界就在嘲笑说，美国现在已经不是战略调整了，整个决策的逻辑都怪怪的，非常的有问题。那外界也解读说，美国现在中东的问题里面可以说是完全进退两难，想收手但是压不住伊朗，但是想要升级去打伊朗，内部又有许多共识是无法达成的。委员怎么看？对，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人就是无论如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都能够自娱于人就是自己觉得很开心，其实也让我们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就看着就好像在看笑话一样这一点不能不佩服川普了那我要讲的说，他当时在讲所谓的这个什么自由航行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高度的质疑就如果你只提供导引，然后你又不护航，到底有谁会相信你的导引是准确的？那谁有把握只是因为你的导引就把这个船开过了这个荷姆兹海峡，然后呢冒着可能被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攻击的危险嘛？所以其实他原本的这个计划就是行不通的，根本上就是行不通。但是对川普来讲就他为什么要玩这个把戏呢？就是他一直要营造一个胜利的假象。各位知道胜利的假象对川普来说2个关键嘛？第一个关键，荷姆兹海峡要重新开放那么问题是说，在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持续封锁的情况之下，对川普来说，他又没有办法叫革命卫队撤销封锁，他自己也顺便在封锁。那他要营造一个什么假象呢？反正过了2艘就算是开放了，所以他的这种所谓的自由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些糊弄几艘，看看有没有几艘可以过，然后呢运气好没有被水雷炸沉，然后呢伊朗又网开一面没攻击，那川普就可以对外说，你看荷姆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了第二个比较难处理就是这个浓缩铀的问题就这2个关键问题，那总是要有一个先处理了，那他才能够坐实他所谓的这个我们真的取得了胜利嘛。但是没有想到，才刚开始讲了这个计划没多久，革命卫队一点都不买单，也没领情啊，立马就展开了这个攻击，不管是攻击美国的驱逐舰，或者是攻击其他的商船。所以现在这变成川普为难了。就各位知道，川普现在唯一不能承认的是又开战了。他绝对不能承认这件事，就是他要想尽各种办法让这个停战拖得越久越好，因为这中间牵涉到好几个原因。这就为什么 Rubio 一定要说现在已经停战了，因为如果又开战了，那马上又要回到国会当时的争论了，又要不要再经过战争授权法那当然，你赫格塞斯可以踩这个红线走这个边缘地带，说反正呢，我打到快60天我就停战一次，打到快60天我就停战一次，这也许是个办法了但是问题是，这对川普来讲，就狠狠的打了他自己一巴掌了。自己讲停战了，战争结束了，就又重新开启了。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在这一次的这个自由计划里头退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想要混，可是混不过去，伊朗不买单，也不配合。那如果再继续推这个计划，这马上就要开打了。那开打了之后，他怎么该跟美国人民解释呢？他说胜利了，停战了，然后又开打了
所以现在反而变成川普是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哦。就这个局哦，他真的是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出口了。那么如果连原本想要用混的这种自由计划都没办法成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对川普来说，恐怕就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困局了。好，我们一方面看到现在美国可以说整体的战略上面已经失序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美伊之间这场冲突还在打的另外一头就是舆论战了。那让川普现在打舆论战打的焦头烂额，总共是来自于3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的失分是来自于川普自己，这一件事情还蛮好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川普呢这个手上拿着 Uno 的卡牌，说我手上有许多的牌，有所有的牌，结果被美国网友打脸说，你规则都搞错了，你这个牌越多呢，代表你越输啊，这个 Uno 是这样玩的，牌越少才是赢。就伊朗就反击说，没错，我们确实有比川普更少的牌。那么伊朗呢，还制作了一个文宣哦，把川普做成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超级马里欧的梗图，也就是说吞下了伊朗的石油桶之后，就会被炸飞升空哦。网友就说，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好，再来第二个让川普担心的就是国内的民调问题了。现在支持川普的支持率只剩下32%，6%6%的民众反对这一场战争。川普直接说这是假民调，并称自己没有想要打仗。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外交争议，川普对教宗来开炮，说他支持伊朗永和，结果引爆欧洲反弹。意大利政府也说言论不可接受，无助和平。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3件事情啊，共同解释了为什么川普现在就是从大家讨厌他变成大家嘲笑他。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会感觉到川普这个人呢，基本上这个神智上都有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川普的幕僚，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幕僚很厉害，美国的幕僚难道没有一个人懂Uno牌怎么打吗？Uno牌很像大陆打的掼蛋啊，谁先出完谁就赢啊。这手上弄了一大堆的话，真是傻子啊。你看这2张照片对比起来，一个伊朗的那个家伙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像杀手；这个家伙像是幼稚园班长的傻瓜一样，在那边拿了一大堆牌子要跟人家展示他刚学会了玩Uno。所以川普本身来讲，就是让美国人很丢脸。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民意的支持度啊，其实你不用看有多少人支持他打仗啊，你看有多少人反对，66%啊。这个说句良心话，美国在接受民意的调查的时候，基本上美国人是很爱国的，有66%的人反对这个出兵啊。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要讲的第3点，这个川普跟教宗闹来闹去的这个事情啊，从一开始就侮辱了所有的基督教的人。一开始他嫌不过瘾，就把天主教跟基督教都拉在一起，自己假扮耶稣啊，然后后来以色列的士兵又打烂了耶稣像什么的。我自己是在天主教的国家里面留学，我非常懂这种情感啊，就像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都在讲说，教宗的命运还不如妈祖啊，妈祖还受到这边尊重的不得了啊，大家都拜来拜去。那个教宗被那个川普骂到不得了，那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一件，就是说川普乱讲说教宗让伊朗发展核子弹，哇，这件事情真的不得了。所有的开脱口秀基本上大家都笑不出来了，因为你这等于是侮辱到教宗的智商跟人格。那你自己的话呢，智商低、人格差就算了，但你现在侮辱的话呢，对于宗教来讲，我们信奉的对象是你被侮辱的对象，那你想想看，这还得了？确实哦，所以现在整个欧洲国家，许多的国家也开始集体的反川普呢。那我们看到，确实在外交战线上直接影响的就是这些国家也集体做表态。特别先看到欧洲国家，法国公开拒绝川普的自由计划行动，欧洲也加速要建立自主的安全架构，不再信川普的那一套了。另外就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南韩了，拒绝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动。美国的财政部长直接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在解决美伊这场纷争上面，并且希望中国加入护航行动。那另外一方面，同样寻求中国大陆帮助的还有伊朗哦。最新呢，这个外长已经启程前往北京了，跟王毅接下来会谈区域安全跟国际局势。而伊朗呢，前几天刚好在这个见完了普丁，现在大家说，可以见了普丁，那下一站是不是就可以见到习近平来加强中伊之间的合作呢？那干哥又怎么看？好，伊朗外长阿拉奇现在人正在北京。我们现在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他人已经到了北京了，然后是见王毅嘛，但是会不会见到习近平呢？这个现在还不能确定。可是你知道他去之前打了3通电话，打给王毅，好忙啊，奇怪。但是王毅打给他还是他打给王毅？一般相信是他打给王毅就是他好像很多话要讲，你知道？然后王毅就都有接他电话。那我们就想，阿拉奇为什么那么频繁要跟
王毅通话呢？说句实在话，你从贝森特的那个美国财政部长的那个行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要了结哦，真的需要中国来帮忙。虽然啊，那个什么茶壶炼油厂搞得中美关系很僵，对不对？你现在又干什么？你现在又要找我茶壶炼油厂的麻烦？你不是要来访问我？再过1个礼拜你就要来北京访问了吗？你还找我麻烦？所以其实坦白讲一句，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哈，川普最不希望的就是把事情节外生枝，他希望能够好好的跟干嘛？习近平见到面以后，对于伊朗问题，所以贝森特讲这个话是放出消息来，希望中国多扮演一些角色。其实中国已经在扮演角色了，什么角色？请问你前一阵子的这个和谈是怎么样进行的？就是因为巴基斯坦出面，巴基斯坦后面谁在帮他撑着腰呢？就是中国。所以中国 push 他说，来由巴基斯坦你来出面，为什么？因为你出面，没有人有话讲。中国出面太直接了，就好像等于是我来当和事佬，来美国啊、伊朗，你们通来我面前这样。我跟你讲，不能这么直接啦。我跟你讲，这直接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所以说，由巴基斯坦来出面，其实是中国有给他相当的就是支持跟应援，还能够让巴基斯坦说来，你们再来我们这边谈，结果谈得非常好。虽然现在还在各说各话，可是你看美国还没有在打飞弹，没有了嘛？对。那伊朗也没有在搞事情呢，他至少没有再去破坏整个区域上面的真正和平。所以我是认为说，中国在这后面会扮演越来越多积极的角色。那阿拉奇他可能最终还是希望说什么，你知道？就是说外电他们有讲说，希望他们在美伊谈判之中要有一个人来当担保人的角色，就保证啊，对，你不能叫俄罗斯来保证，俄罗斯现在没有那个功夫啊，他现在光是对那个泽连斯基他就头皮发麻了，对不对？对。然后每天双方出动上千架无人机，打得不可开交。那所以现在我跟你讲，唯一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是中国，只有中国能够让什么伊朗觉得安心说好。那在接下来你跟这个川普啊，就是说习近平跟川普的和谈之中，我们希望中国有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来保护我们伊朗应该保有的利益，就战后了。不要的话说，三言两语讲不好，他又要来打我了，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中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得到一些保证。我觉得阿拉奇他在忙在这个东西，所以川习会之中，一定伊朗的问题会摆在最前面来谈。对，而且其实我要建议北京政府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断，也不要帮助他，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现在川普还要求了美国国内的3家企业切断对中国大陆华虹半导体的原料供给哦。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打击是没有手软的，在这个时刻，北京不需要大发善心啊。既然你的敌人在犯错，你就让他错到底，最好连地面战争都开打了，那么这个局面就会重新处理了。否则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大陆一时大发善心，心怀慈悲，然后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对美国来说，它就像一条毒蛇一样，你在这个时刻给他任何的好处跟帮忙，他最后都会反咬我们一口。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